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RF 的飞天虎出品的第二款乌鸦，其实也就是莽撞了。不过起乌鸦这个名字黑黢黢的，应该也没啥问题。盒子也是黑黢黢的，跟上一款的鲶鱼的外包装的风格也差不多，很简化。制品方面，一份拉页式的说明书。不过其实仔细看后边的这几块结构图啊，它这个模具其实是有改过的。原先的原始设定的时候，腰部中间的这一块是一个球形关节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改成轴了。人形其实各些元素来看的话，还是比较记忆的，但是呢 ，RF 这家的变形设计属于那种非常简单的。人形看起来也是方方块块的，其实整体的个头来说是要比魔方 NA 这种级别感觉稍微要大一号的。身上的可动环节该有的幅度也都有吧，脚底有接地啊，大腿平转也有，左右旋转腰部也可以。其实说起来这个弯腰关节啊，你要是往出拉一点点的话，倒是也能弯腰，不过这样就怪了呀，这个关节应该是为合体去研发的。这就是我刚才说明书上边有改进的一个点。之前在这个地方设定可能建模的时候是一个球关，然后发现鲶鱼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球关啊，发现这个地方做球关可能不太靠谱啊，这回你改成了轴。肩膀的活动，这里是一个开口的球形关节，同时这里有一个因为变形的需要，所以可以更高的举一档。二头肌可以折90度，胳膊肘的位置变形需要可以旋转。手腕这里也可以旋转，头部这里360度没有问题，开口的球腕也可以抬到很高的一个幅度。红脸的汉子头雕做的还行吧，但是身材上边来说，我依旧觉得这家的整体美型风格就是大腿偏细一些。不过这一次的乌鸦比鲶鱼有一个最大的进步点，就是料子比鲶鱼要好。可能大家从镜头里边也能感受出来，这个料子是属于那种比较光泽，摸起来稍微润一点的塑料材质了。之前的那个鲶鱼吧，挺容易出白痕的。我不知道是那个红色料子的原因，还是说这一回的黑色版的这款乌鸦确实更换了做工材质啊。整体摸起来的手感相当不错了，已经这个料子已经很好了，而且关节相比起上一款鲶鱼也要紧实一些。那我们直接开始来变形吧，这小玩意儿变形也很简单啊。首先把枪摘下来，胳膊的位置呢，只要旋转一个90度就可以了，把这个车门板拼在这里，红色的这个面转过去，把这个缝儿对好了，然后腰部像刚才这样拉开，旋转个180度。上下其实是有2段关节的，其实你从哪一段转都可以，它中间的这个滑道的口都是一样的。然后腰部肋下这里有2个挡肉的零件，其实这一块的变形是和鲶鱼一样的。翻出来，肩头双关节上提，把这个胳膊藏进去，车门这一块拼好，然后车头的机盖双关节放下来。压瓷实了，半个车我们就变完了。打开腿部这个地方的盖板，小脚丫放进去，注意这个地方的左右接地关节一定要压正放平了。然后打开车尾部这个地方的一块盖板，这地方还有一个锁点，把这地方解锁开，旋转180度，扣过来。然后再把这块板子盖上，上边这里再盖上，好，腿部就变形完了。真的是一翻腿一折盖的变形设计，很简单。左右拼合，合的时候往上缩滑道，注意2个手的位置，2个手是藏在这个洞里边的，调正了它，顺进去，然后把这些卡扣全对上就可以了。密合完成，这辆车的一体性还是不错的，因为身上的零件结构也比较简单，包裹出来的效果嘛，尾部这里也不会暴露，这些关节都给你挡上了。轮毂有涂装，滚动还可以。车窗使用了红色透明件，所以车顶的这一块它是在红色透明件上面上的黑漆，就导致了这一块的颜色和其他的黑色塑料的位置有一些色差。
底盘来说平平整整的，这里不过会露着一颗脑袋。武器可以插在车顶上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这种搭载的方式。那整体变形完就是这样的效果了。其实来说啊，整体的变形确实非常的简单，可以想象一下，就跟当年的那种地带玩具的变形方式差不多，比那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吧。但是整体的一套的还原度下来，人形和车型也都像那么回事儿，可动性也还有的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次的乌鸦的做工是比上一款鲶鱼要强出来不少了。而且最后这一套合体完了，目前还不知道它的汽车大师将会是一个什么售价。但就目前的这个小车来说，这一家的价格还算是比较便宜吧。但现在面临的境遇是，前有魔方出的那套第三方的飞天虎，中间还有官方自己出的飞天虎，后边 NA 肯定也要出飞天虎。如果说夹在这么多家当中，将呈现出来一个怎样的素质，以及它最终的卖点在哪里呢？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汽车大师出来以后究竟是一个什么素质吧。但就目前来看，那个汽车大师好像卖点应该是一体变形吧，一切还得看后续这款主体在这几家之中将有怎样的亮点表现吧。那么的这一款大概就是这样。